你这个这么小能干啥呀？谁说小就不顶事了？小蟋蟀这么小一只，但能把外星人轰得稀巴烂。沙漠之鹰短小精悍，谁又能扛住那小小的枪？原子弹也不大，但它威力可是毁天灭地。但是它确实太小了，这么小的主机能装下什么硬件？我估计噪音散热肯定是个问题，游戏性能估计也够呛。你说的没错，但是如果这台主机是出自 ROG 之手，那所有的问题就全都不是问题了。嗨，我是麦克，我和杰西的娱乐设备又更新了。今天咱们来测试一台超级可爱的小东西，一台只有10升大小的游戏主机，来自 ROG 的冰刃 X。入手的这几天，我真的是对它爱不释手，真的是太小巧太便携了。我一会儿把它放在我的电脑桌上玩游戏，一会儿把它放到杰西的桌子上剪视频，一会儿又把它接到客厅的激光电视上，在100寸的大屏上上网冲浪。看到了吗？这小东西的个头还没有一台 PS5 大。至此，我们度假小屋客厅的娱乐设备就基本齐全了，除了缺少一台 Xbox 主机，其他的算是应有尽有。你可能要问了，这么小的机身能装得下什么高等级的硬件？来，送上配置单一览。怎么样，有没有震撼到你？很难相信一台10升大小的主机竟然拥有如此强悍的硬件配置。顺便说一下，这台主机的价格在1.6万左右，大体算了一下配件，可能要比我们自己组装一台多花个1-2千。但是对于这种小主机，个人更加倾向于直接购买大厂的产品，除了更和谐的颜值、更好的硬件整合度，完善的售后服务也是一大保障。那么接下来咱们干2件事，一是拆开它，一睹冰刃 X 的制作工艺；二是测试一下这台小可爱的性能如何，为大家后期的选购提供参考。冰刃 X 的拆机非常简单，拨开2条 WiFi 6E 天线，然后解锁这个小开关就能拆卸了。它采用了免工具快拆设计，使我们很轻松就可以拆机，快速升级硬件。拆开以后，这上面露出的是它的冷排，对于 ROG 的散热系统，我们完全可以放100个心。然后两侧侧板轻轻一提就下来了，非常简单。可以看到这边是一块12GB 显存的 RTX 4070，估计也是这种小机箱能塞进来的最强 GPU 了。稍后我们就测试一下，用它玩3A大作的游戏帧数。然后再打开这一面的侧板，首先看到的是一个大眼睛，里面装的就是冰刃 X 处理器 i9-13900KF 了。这里提醒一下，如果你只是买来玩游戏，其实 i7-13700KF 版本就可以了，还便宜了2000元。左侧这里是它搭载的固态硬盘，它的主硬盘位使用了2230的小尺寸。右侧这里是内存条，2条4800兆赫的 DDR5 内存，不过碍于尺寸限制，使用的是笔记本内存。然后这里还预留了一个2.2接口，便于我们后期扩展，位置比较充足，可以安装2280的规格。最后大家认真观察的话，还可以发现它这个电源貌似也是特制的长电源。ROG 做这种产品真的是太有优势了，因为除了 CPU 内存固态，其他硬件都可以自己生产定制，我们个人 DIY 是绝对达不到这种工艺水准的。顺带一提，冰刃 X 还赠送一个透明亚克力侧板，给予那些喜欢透的玩家一个额外的选择。装上以后是这个样子的，个人不太喜欢，总感觉失去了点什么，不如这样看起来和谐又金属感十足。看到这里，估计有朋友等不及，想看一下这个小东西的性能如何了，走起。性能跑分。首先来一个鲁大师的跑分236万分，为了有一个更加直观的对比，再送上一台 12900K 加 3690 的主机跑分。可以看到2台主机的数据相差不大，12900K 这一台领先的20万分主要是来自于显卡的差距，而在处理器方面 13900KF 就要高出不少了。接下来是 3D Mark 的一组对比数据，比较对象是一台 12900K 加3080的主机，可以看到两者也是相差不多，冰刃 X 小超2至3个点，因此这台小主机的整体性能就是这么个水平啦。然后这是 PC Mark 时跑出的生产力分数，供大家参考。而这个是223的单核和多核跑分，毫无悬念 i9-13900KF 足够的强悍，本身就是当前最强家用型处理器产品。游戏实测。游戏测试部分，我们先来看一下经典的对于硬件配置有些高的战地2042。需要说明一下，由于这台主机硬件配置足够强悍，所以接下来的游戏全部采用 4K 分辨率，并设置为最高画质，同时带有光线追踪功能的也会开启，当然 DLSS 也是必须的。这种设置下得出的 FPS 在100到120之间，可以非常流畅的观看自己的高光时刻。如果你喜欢这类小主机，又有玩大型游戏的需求，这台冰刃 X 肯定是个非常不错的选择。另外大家注意了没有，主机的 CPU 和 GPU 温度一直维持在一个较低的水平上， ROG 产品的散热能力确实有效。接下来是战地1，瞧一瞧这诱人的 FPS， 这对于狙击手之间的对决至关重要。同时 4K 下的游戏体验也是远超2K 分辨率的，更别提我这用的还是43寸显示器
刺敌人脑壳、撸毙食指，轻松写意。使命召唤19仍然是 4K 分辨率下的最高画质，室内交战的话 FPS 就只能在100以内了。当然，一键温度仍然稳定如初，个人感觉毕竟是小机箱，为了协调整体的散热水平，这台主机的功耗应该是做了一点限制。不过纵然如此，也已经很够用了。地平线5内置性能测试结果126帧，开启的也是 4K 分辨率最高画质，且开启了光追。同时为进行游戏实测 ，FPS 数据和跑分相同，而且在这个游戏里 CPU 和 GPU 的温度更低，均在60度出头。我摸了一下主机，除了顶部微热，两侧出风口都是冰凉的触感，瞬间就感觉我那台创世神不香了。这种抱着就走的小主机真的是太合我心意了。当然，敌人 X 也不是没有缺点。这是在3A游戏运行时的人为噪音40分贝左右，而在主机旁的噪音则为43分贝左右。它无法做到像我那台创世神一样的静音水准，不过也可能是我有些吹毛求疵了。这个水准应该比很多人自行 DIY 的游戏主机要好得多。大制作《艾尔登法环》，没过的60帧稳稳的。2077开启光追的情况下也有70多帧，当然这也有英伟达大力水手3真生成的功劳，提升巨大。嗨，我看上你们的车了，下来！哎呦，肇事逃逸，快报警！最后再看一下我很喜欢的 PUBG 绝地求生，正好他们也出了一个速战速决模式，咱们就来小小的打上一局吧，也让大家看一下我现在的吃鸡水平。对了，这个 FPS 数据还可以吧？ PUBG 这个速战速决要比和平好得多，它出生自带武器箱，可以随机生成武器装备。最大的好处就是无需跳防区，避免了扎堆抢资源导致落地成盒的悲惨遭遇。怎么样，我生成的武器还可以吧？而且连配件、背景、子弹都一应俱全。瞧，这里还有个空投箱，有 C4， 不过3级包和3级头都被队友拿走了。哎，队友倒了，不愧是速战速决，这么快就遇到了敌人。你先别着急，我死贵的耳机听到了额外的风险。搞定，极限专业过硬。这些剪辑时给他打个码，有些不雅。好东西呀，他这里竟然有一把单发狙，必须拿上，因为我有一种强烈预感，它将在那最关键的时刻发挥作用。来到最后的决赛圈了，这个模式初始也只有10来个人，比和平的速战速决还要少一大半，所以战斗节奏非常快。我们4人包围了对面的3个，最终决战即将打响。我们的一名队友倒了，在这种时刻就要轮到麦克出场了。一杆单发狙之下，向来弹无虚发。这一枪给我们双方都留下了喘息时间，很快队友被救起，而我们的4号则偷偷潜入到了敌人背后，总攻开始。大吉大利，今晚之计。我是麦克，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。大家感觉这台小可爱冰刃 X 是否是你的菜呢？欢迎留言讨论。反正我个人是非常满意的，它就如同是一个可随身携带的小钢炮，能够为我们的娱乐生活带来无限的可能。